张若昀、陈道明、吴刚、李沁主演的电视剧《庆余年2》剧情已经过半了。不得不说的是，这部剧的剧情真的是非常的精彩。随着范闲主持春闱，在郭攸之的帮助之下，范闲成功的保证了春闱的公平公正。但是没想到的是，在这关键时刻，却发现杨万里被人冒名顶替了。直到后来范闲找到太子，一起入宫之后，才知真相。杨万里被冒名顶替，大概率就是庆帝的手段了。庆帝心狠手辣，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，而他利用这个让范闲接下彻查春闱舞弊案。最后范闲的确接下了这个案子，可是很快贺宗纬就带着一个女人找到范闲，说是林若甫杀了自己夫君。后面林若甫的门客袁先生更是趁机刺杀苦主。直到这个时候，所有人都知道林若甫和这件事洗不清了，就算无辜，他也无法摘干净了。林若甫最后入宫，带着范闲面见庆帝，表示自己要辞官归隐。两人之间言语上的艺术实在是发挥到了极致，看得范闲是一愣一愣的。范闲这才明白大佬之间的交锋有多么的刀光剑影，甚至于庆帝让林若甫推荐相位的人选，都能联系到庆帝眼光不行，让人赞不绝口。最后林若甫辞官退隐，把林大宝托付给了范闲，但是没想到在城外被黑旗截杀。当然就最后的结局来看，范闲及时赶到，救下了林若甫，而林若甫这才明白庆帝想要的是什么，根本就不是要换一个宰相，而是想要彻底罢了这个相位，一劳永逸，把大权握在自己的手中。其实这一点从此前赖明成接下查贪官污吏的时候，林若甫说的话就能看得出来，庆帝有如此决心，不只是为了让范闲做孤臣，还为了达到罢相的目的。最终林若甫选择了妥协，主动交出自己门生的名单，并且还说自己会上奏折罢相，担下一切。至此这春闱舞弊案才算是结束。春闱舞弊案损失最大的自然是林若甫，失去了相位，失去了人脉，而且还和自己的儿女生离死别。其次自然是范闲，范闲失去了大靠山林若甫，虽然有着林大宝在身边做自己的护身符，可是毕竟还是输惨了。当然唯一的收获大概就是他的4个门生了。在春闱之后，杨万里、侯继常、石产力以及程嘉林成为了范闲的门生，其中石产力没有金榜题名，其他3个都上榜了。虽然都不是前3甲，但是外放做官，将来还是很有前途的。加上范闲的提拔，将来前途无限。但是令人疑惑的是，范闲的4个弟子中，程嘉林似乎成了隐形人一般，令人十分的疑惑。这位只在其他3人的罪里面提及，却从未露过面，令人实在是好奇，这位究竟去哪儿了？其实这4大门生在原著中被称之为范门4子，都是很有才华的4个人。虽然石产力落榜了，但这位的才华和勤勉是毋庸置疑的。当然石产力落榜或许是好事，毕竟这位如果入仕为官，太子绝不可能放过，毕竟他是史家镇的活口，万一知道自己灭了史家镇，那么将会十分危险。相比起石产力，杨万里则更为的正派。范闲在春闱之前被太子和林相塞了纸条，心中非常的烦闷，还是这位劝说了范闲。他说自己当官就是为了爬高一些，为了能够为天下人鸣不平的声音更大一些，要挺身而出，为不平事撞得头破血流，血溅得更高。这就是杨万里，可以说这位的确是非常的正派，而且知行合一，所作所为和他所说的的确是一致的，这点令范闲无比的欣赏。至于侯继常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是范门4子中最圆滑的一个，他喜欢见风使舵，善于攀附，对于范闲这个大腿耐是抱住就不想撒手了，甚至急不可耐的就要去拜见范闲，就好像恨不得立马和范闲师徒相认一般。最后上榜之后也是急不可耐去找范闲，而这位的确并非什么好人。后面范闲和庆帝决裂，也是他第一个背叛范闲，还和贺宗纬同流合污。要说范门4子中最为令人好奇的就是程嘉林这位了，这位身为范闲的4大弟子之一，却从来没有正式露脸过，甚至于就连声音都没有出现，一直都在杨万里、石产力以及侯继常的口中被提及。每次不得不出现的时候，要么就是身体不舒服，要么就是在睡大觉，就连去拜见范闲都没有出现。范闲也特地问了，
另外3位也只是找一个借口推脱过去，令人非常的意外和好奇。程嘉玲难道真的被删了？或者换个说法，就是剧版舍不得多一个演员，能省则省了呢？关于这个问题，这个可能比较大，毕竟这部剧删减掉的人可不是1个2个了，而且程嘉玲和杨万里有很多相似之处，同样大义凛然，同样是对范闲忠心耿耿。原著中这位春闱放榜之后外放做官，后面更是做到了苏州知府，但是由于范闲和庆帝决裂，庆帝利用贺宗维打压，这位最终被撸掉了官帽。而事实程嘉玲和杨万里一样，同样踌躇满志，想要为世间鸣不平，同样对范闲忠心耿耿，倾慕范闲的学识，仰慕范闲的人品，最后甘愿为范闲站在庆帝的对立面。和范闲失势，立马就转投贺宗纬的侯继常，截然不同。只能说程嘉玲这样的一个角色被隐藏，实在是令人十分遗憾。她也成为了这部剧最为神秘的一个角色，神龙不见首也不见尾，只听过这个名字，却连声音都没出现，更别说露脸了。这几位后续还会有别的戏份，比如说石产力的血海深仇，以及后续成为抱月楼掌柜，还有比如杨万里在杭州和范闲相遇，侯继常背叛范闲等，令人期待后续剧情。